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，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增肌粉。在上期关于增肌粉的话题中，我讲了，无论是想增加肌肉还是体重，都必须增加碳水化合物的食用数量。增肌粉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，因此那些基础代谢高的人必须通过补充增肌粉才能达成增肌目标。今天我将和大家讨论增肌粉的食用问题，包括数量、时间以及相关的技巧。首先说一下增肌粉的食用数量，我们仍然以上期说过的3种增肌粉的营养成分表来看。在这3种增肌粉中，最少的一次要吃2勺半，最多的一次要吃6勺。如果你吃过增肌粉，或者是看过增肌粉的标签，就会发现各种增肌粉推荐每次食用的数量很多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在增肌期的饮食安排那期视频中，我说过，每增加1公斤的肌肉，就需要多补充5500千卡的热量，而且这些热量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。将热量补充上去，而且要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，才会发现肌肉增长了。例如，你想在这个月增加1公斤肌肉，那么在这个月的每一天中，你都需要至少增加183千卡的热量。一般来说，作为运动营养师，我会推荐每天至少增加183至366千卡。但是我想问问各位，在每次吃增肌粉的时候，你们吃了多少呢？据我所知，很多都是没有使用包装里提供的勺，而是自己换了一个蛋白粉的小勺，然后每次喝1勺。还拿这款增肌粉来说，推荐量是使用包装里提供的勺，喝2勺，一共336克增肌粉，相当于1250千卡的热量。但是如果你使用的是蛋白粉的勺，喝了1勺，大概是40到50克增肌粉，相当于148千卡的热量。告诉你，你这增肌粉是白喝了，因为热量不够，只有量变才能有质变，量没有堆积上去，质变发生不了。你增肌的梦很容易落空，所以请记住，要想增肌，必须把每天摄取的热量提高一个台阶，这个台阶是300千卡起步。如果你可以每天都增加300千卡以上的热量，你才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。所以一般的1桶增肌粉看着一个很大的包装，其实只能吃几次。记得多年前我在美瑞克斯做首席运动营养师时，我们在中国的成都、三亚举行过世界大力士比赛。那时我非常关注这些大力士每天的饮食，我想他们一定都是大胃王，但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。我们每天的饮食都安排在自助餐厅，在自助餐厅里，他们没比普通人多吃多少，当然1倍还是有的。当时我团队的人都很好奇，这些人吃的也不多呀。但是当统计安排每天配送的增肌粉时，会发现他们每个人每天至少要喝掉1桶以上的增肌粉，这可是5磅的包装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热量支撑，他们根本无法支持身体参加比赛，更别说有好的运动表现了。所以增肌粉要喝，而且数量一定要到位。第二个问题，其实不光是增肌粉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也同样体现在其他运动营养补剂上。当选择了增肌粉以后，我发现很多人训练那天喝增肌粉，不训练那天就不喝增肌粉。我告诉你，肌肉增加不是1天的过程，一天可以增加的肌纤维只有5到10克那么多。只有连续一段时间的热量堆积，肌肉才能得到真正的增加，也就是会被自己和别人发现。今天多吃些，热量收入为正数，肌肉进入增加状态；明天少吃些，热量收入为负数，肌肉进入分解状态。这就是拿自己耍着玩呢。不训练的那天，正是肌肉恢复的最佳时机，你应该将热量和营养补充充足，这对肌肉恢复和生长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天。肌肉的生长都是发生在不训练时的，所以应该认真对待不训练那天的饮食和休息安排。其他营养补剂也是如此，每天我们身体时刻都在代谢营养物质，所以补充营养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这确实要花不少米。但是穷习文，复练武，谁让你这么喜欢练武呢？千万别耍小聪明或者小农意识，想省钱就多自我学习，找到训练和营养的门道。可以在不影响训练效果的情况下不浪费钱，但是肯定要花的钱，省了就没有效果。第3个问题，增肌粉的食用时间。在前面关于训练后的饮食安排的视频中，我讲过，训练后应该补充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，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比例是3比1，也就是3份的碳水和1份的蛋白。所以训练后就是增肌粉的最佳补充时机，此时补充可以快速而高效的让肌肉在第一时间得到营养，
用于肌肉的恢复和生长。我在蛋白粉系列视频中曾经挖过一个坑，现在填上。蛋白粉不是训练后应该单独补充的，因为训练后的营养补充最重要的是碳水化合物，而不是蛋白质，所以增肌粉是训练后的不二选择。第二个时机是2餐之间，尤其是距离时间较久的2餐之间，此时补充既不影响正常餐食的胃口，又可以见缝插针的将热量和营养带给身体。记住，在训练中不要补充增肌粉，因为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都呈酸性，这对训练没有积极作用。其他时间都可以补充，但是如果你是临睡前喝，请做好可能增加脂肪的心理准备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增肌粉补充的一个重要技巧。在上期关于增肌粉适合什么样的人喝的问题上，我讲过，增肌粉适合新陈代谢快的人喝。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又特别想让肌肉长得快点，你也可以喝，只是要做好增加脂肪的心理建设。不过我现在教你一个方法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通过前面对增肌粉的营养成分表的介绍可以发现，增肌粉碳水化合物含量高，蛋白质含量低。那么对于基础代谢并不快的人而言，如果我们增加了增肌粉中蛋白质的含量，减少了碳水化合物的含量，这不就可以解决了吗？具体的做法是将增肌粉和蛋白粉按照比例混合在一起，制成一款只属于你自己的增肌粉。我一直在用这种方法为我自己和我老婆配置增肌粉。找一个空桶，将增肌粉和蛋白粉按照你想要的比例进行混合，然后食用一段时间，看看你的肌肉和脂肪生长的情况。如果脂肪明显变多，那么在配置时就将蛋白粉的比例增加。如果肌肉长了，但是脂肪变化不大，那么就将增肌粉的比例增加。记住，调配出来的增肌粉只适合你一个人，配合你自然饮食摄取的比例和热量，它不适合任何人。好，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想要增加肌肉，一定要把热量堆积上去，这就意味着每天至少增加300千卡为一个台阶。热量达不到300千卡，肌肉的变化将很小。增肌粉在增肌期应该保持不间断食用，以保证每天补充的热量能够支持肌肉的生长。增肌粉最好的补充时机是在训练后、2餐之间，以及任何你认为应该补充热量和营养的时候。担心增肌粉让自己长脂肪的人，可以自己配置增肌粉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比例，将增肌粉和蛋白粉混合在一起，配置出适合自己的个性化营养补剂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